乌俄战争已经升级到了白热化阶段，从北溪管道遇袭泄漏，再到kerch大桥被炸，再到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设施遭到轰炸，情况越来越严重。现在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已经进入了基础设施之战，俄罗斯的主要攻击目标放在了乌克兰本土的基础设施上。从10月10号开始，俄罗斯摧毁了乌克兰接近1/3的发电站、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也没能幸免。从俄罗斯的攻击方式来看，大部分都是伊朗的见证者136无人机。问题来了，俄罗斯一直轰炸乌克兰本土的目的是什么？伊朗会不会向俄罗斯提供导弹？现在来看，10月8日的kerch大桥爆炸事件是乌俄战争的一个分水岭。10月8日之前，俄军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行动上，都是主要瞄准乌克兰的军事目标，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力量。kerch大桥爆炸事件之后，一切发生了改变。俄罗斯把这起事件认定为乌克兰对俄基础设施进行的恐怖袭击，并且进行了大规模报复。10月10日开始，俄军针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打击，重点打击对象就是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从10月10日到现在，乌克兰30%的电站被摧毁，导致乌克兰全国出现大规模断电。俄军的新一轮行动对乌克兰究竟造成了多大的打击，目前还没完全统计出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乌克兰的损失都集中在了民众生活。10月10日，也就是俄军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的第一天，基辅市就开始实行轮流停电制度。到了10月20日，俄军的打击造成乌克兰停止供电，供暖的时间可能长达数月。乌克兰境内已有1800个居民点停止供水、供暖、供电。要知道，乌克兰的冬季从10月15日开始的，而今年的冬天可能是几十年来最冷的冬天。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冬季平均气温低于0度，气温降至零下15度并不罕见。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暖气，谁能扛得过去？这对于前线也有一定的影响。俄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让乌克兰断电，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乌军的作战能力，但却给后方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乌克兰一线部队急需粮食、卫生药品等急需物资保障。雪上加霜的是，乌克兰战区的互联网光纤、电话线、手机信号塔和其他空间通信设施也是俄军的打击目标。目前唯一完好的通信手段就是马斯克的星链，而且由于长时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美国的制导武器库存开始告急，所以美国暂缓交付乌军精确制导武器。但是如果从军事上来说，俄罗斯的远程精确打击更像是俄军对前线不利军事局势的报复性发泄。至于普京这么做的原因，火力军的看法是，普京想要跳出前线失利的局面，把泽连斯基逼上谈判桌。普京之所以轰炸乌克兰本土，一方面是报复kerch大桥爆炸事件，另一方面最主要的用意还是把泽连斯基逼上谈判桌。乌克兰4地伪公投之后，感觉普京就不想打了，明确表达过希望和谈，典型的抢了东西就想跑。不过这谁同意啊？北约的持续支援下，乌克兰的实力早就今非昔比了。在前线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谁也不会谈判，而且泽连斯基早就明确表示不可能和普京进行谈判。毕竟再怎么谈，伪公投的4地也不会回来，光复领土的唯一方式就是武力。对于普京来说，你不跟我谈，就别怪我辣手无情了。乌俄开战后不久，泽连斯基之所以愿意和谈，就是因为俄军兵锋直指基辅。如今普京要再次对基辅施加压力，逼迫泽连斯基重回谈判桌，火力军只能说普京想的着实有点简单了，因为这种高强度空袭太花钱了。俄罗斯可不是什么经济强国，克里米亚事件爆发之后，俄罗斯就被制裁了。乌俄战争爆发后，大量海外资产被冻结，现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也遭到了破坏，等于说现在的俄罗斯基本上已经被切断了资金流，对乌克兰空袭一直是在吃老本。按照这种强度空袭下去，俄罗斯根本撑不了几天。在乌俄战争爆发初期，俄军频繁发射伊斯坎德尔口径，每天的发射量通常在数十枚以上。但现在呢，俄军每天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数量已经下降到个位数。8月份的时候，俄罗斯最多还剩下45%的精确导弹，伊斯坎德尔 M 最多只剩下20%。这又过了2个月，俄罗斯的精确导弹估计就剩了1/4左右了，而且还无法补充。
在乌俄战争之前，俄罗斯口径巡航导弹年产量不过200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年产量更是只有2位数。乌俄战争爆发后，受北约制裁影响，俄方无法获得北约制造的电子元件，其产量已经大幅下降。俄军不得不改用冷战时期和最新研制的反舰导弹，或者是 S-300 防空导弹，执行部分对地攻击任务，减少口径和伊斯坎德尔 M 的消耗。但是不管俄罗斯怎么换，按照俄军在战场的导弹消耗量来看，其现有的精确制导武器库存不够，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是越打越少。乌克兰则能够从北约那边获得大量援助，持续轰炸，俄罗斯撑不住。但是注意，这并不是绝对的，有外界因素干扰，比如印度，比如伊朗。俄罗斯想要按照这个节奏一直走下去，有2个前提：降低武器装备的单位消耗成本。伊斯坎德尔俄罗斯消耗不起，但更便宜的导弹拿出来用也不是不行。第2点，扩宽武器的来源，也就是支援。第1点不好说，但是第2点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印度和伊朗有可能支援俄罗斯导弹。印度有当25载的苗头，印度军队对俄系武器的依赖程度很高。其武器装备中约70%都是俄罗斯制造或根据俄方授权自行建造的，比如陆军的 T-72、T-90、龙卷风，海军的超日王航母、基洛级潜艇和塔尔瓦尔级护卫舰，空军的苏30 MKI 战斗机、伊尔76运输机等。所以印度制裁俄罗斯属于是同归于尽。本着自家不吃亏的原则，乌俄战争爆发后，印度照旧购买俄罗斯石油，数量甚至还多了一点，给俄罗斯送钱。军事装备也同样如此，卖给俄罗斯就是挣钱。按照布拉莫斯公司的意思，现在已经做好准备了，只要俄罗斯国防部开口采购，导弹就能送过去。布拉莫斯虽然名义上是印度的导弹，但俄罗斯也有一半的股份，这款导弹的大部分技术都是俄罗斯负责提供的。俄罗斯购买布拉莫斯能够直接投入使用，它与俄军现有的武器装备系统兼容，可以从苏30或其他俄系战斗机、水面舰艇以及陆地发射车上发射。至于质量问题，现在俄罗斯已经没得挑了，有用的总比没有要强，哪怕是俄罗斯自己的导弹，近年来也面临质量下降问题。只要这个劣质导弹数量控制在一定规模内，俄罗斯还是能够接受的。更何况布拉莫斯也是相对廉价的一款导弹，俄罗斯大规模装备也消耗得起。不过布拉莫斯导弹的产能可能是个问题，该导弹每年的产量还不到100枚，之后可能还会下降。俄罗斯导弹产量之所以下降，很大程度上与北约的制裁有关。目前印度生产布拉莫斯导弹还没有受到制裁，可以选择国际市场的成熟货架产品。但是如果印度支援俄罗斯导弹，或者俄罗斯通过印度转手获得需要的电子元件，那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北约的制裁名单上估计就要多一个印度。印度为了推动布拉莫斯的外销疯狂促销，在需求上俄印双方一拍即合，那么阻碍布拉莫斯导弹出口俄罗斯的就只剩下美国的制裁压力了。美国对印度的容忍度很高，同样是坚持引进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土耳其被踢出 F-35的小团队，而美国国会7月却批准免除印度从俄罗斯购买 S-400 受到的制裁。当时美俄不对付，但是没有战事。如果印度这个时候帮助俄罗斯，估计印度的电子元件也没戏了。除了印度，伊朗也跟俄罗斯走得比较近，就差把俄罗斯的狗腿子这几个字刻脸。在这次空袭乌克兰的过程中，伊朗的见证者136无人机非常活跃。按照乌克兰军方的说法，他们已经摧毁了近40架伊朗提供的自杀式无人机。最主要的是，伊朗可能不只是提供无人机，还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战术弹道导弹。路透社在10月18日就已经报道了，说伊朗将向俄罗斯提供地对地导弹，而俄罗斯的说法是让伊朗提供更多无人机以及精度更高的弹道导弹，特别是法塔赫和佐勒法加尔系列导弹。伊朗遭受技术封锁与经济制裁比俄罗斯更多，处境比俄罗斯更艰难，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发展了一套完善的军工体系，并且它的武器重点就2个方向，一是便宜，二是山寨。如果俄罗斯能获得伊朗的军工帮助，精准导弹的数量很有可能会变多。对于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说法，伊朗政府表示否认，
克里姆林宫也坚持，在乌克兰使用的所有武器都来自俄罗斯。很明显，双方已经打好草稿了，谁都不认，伊朗也不想认。毕竟，乌俄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场侵略战争。伊朗帮助侵略者，说出去脸上也不好看。不过，这二者的外因并不能影响胜负。俄罗斯顶多是拖的时间更长，只是把事件变得更复杂而已。乌克兰不是没有办法应对。首先，火力军很遗憾地告诉各位，在北约支援还没到的情况下，针对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只能尽力拦截。目前，自杀式无人机成为俄罗斯远程精确打击的主力。乌克兰防空部队对俄军巡航导弹的拦截率超过 50%， 对自杀式无人机的拦截率则超过了 70%， 但是不够。这个是最本质的问题，没有谁能确保100%的拦截成功，唯一的方式就是加强防空，把拦截率提升到 80%， 甚至是 90%， 这就看北约的支援了。不过也快了，10月18日的时候，北约就已经表示要加快防空系统运送到基辅的速度，估计过几天，北约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就能到基辅，用于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无人机。而且防空系统的数量还会变多，等于说俄罗斯的袭击越激烈，北约支援的力度越大，大致上处于一种持平的状态。至于反制的手段也有，而且很简单，你轰炸我本土，那我也来，谁怕谁？针对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开始对俄罗斯的居民区进行炮击，还有大量乌克兰特工已经潜入俄罗斯境内实施打击行动。比如在10月21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的舍别基诺市一家油漆厂被乌军炮火击中起火。10月22日，舍别基诺市再次遭到乌军持续炮击，市内购物中心等多个建筑被击中，炮击还造成近 1.5 万人的电力供应中断，预计抢修电路需要5到6个小时。总的来说，乌俄战争已经不单单是枪炮交锋，而早已成为一场真正的混合战，军事、外交、金融、能源多个层次。不过就这方面而言，乌克兰是妥妥的优势，俄罗斯再怎么找外援也无法抗衡整个北约。对于乌克兰而言，也就困难这几天，等北约的防空系统抵达基辅之后，俄罗斯的空袭就蹦不出什么水花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普京的下一步棋会怎么走？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